有疑问找医师，没疑问找知识。欢迎收看樊登诊疗室。大家好，我是林维农医师。之前呢，我们有拍过很多影片，讲的都是削骨，要怎么削，会有什么样子的效果。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我们削骨之后呢，后悔了，不管是我不喜欢我削完后的样子，或者是削完之后的不是我预期的，那我该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削骨后悔了该怎么办？一般我们讲的削骨的部位呢，就分成所谓的上削跟下削。那上削的部分就是指我们的颧骨内推的手术，那下削的部分呢，就是指我们的下颌骨角的消除的一个手术。那主要是分这两个部分。那削骨之后可能会后悔的原因，以上削来讲，就是我们讲的颧骨内推的手术，最常见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指两边的不对称的一个问题。那颧骨为什么手术后会造成不对称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手术的时候是从嘴巴里面开，外面没有伤口，所以在手术中呢，我们不管切口的位置，或者是我们把它推进去推的距离跟固定的位置，有时候会比较难去抓到一个两边是固定的量的一个状态，甚至它可能原本手术前是左右不对称的状况，那手术后不对称的状况就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或者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这是第一个部分。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可能是推的状况呢，可能跟原本预期的不一样，有可能是推的太少，或者是呢推的太多。我们颧骨就像是衣服的衣架，当我们的颧骨推太多的时候呢，我们附着在上面的皮肤跟这些肌肉组织呢，就会跟着下垂，会松脱，那就会造成可能会看起来有一个更加老化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些状况就是比较不理想的状况，比如说可能会遇到一些手术后的一些接骨固定的地方的愈合不是很好的状况，或者是有一些骨头吸收造成一些外形改变的一些状况，这都是有可能会后悔或者需要重新处理的一个情况。那下颌骨角的部分呢，可能会后悔或者是需要重修的原因呢，也是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以传统的下颚削骨手术来讲，有时候会在骨角的地方会造成一个第二个骨角的一个状态，那就会造成下颚线条一个不顺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削完之后就不会很开心，这种可能需要再做一些处理。第二个状况呢，就是比较不好处理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削完之后呢，觉得自己削太多了，削完之后就觉得整个脸好像变得太尖太瘦，然后看起来就没有力没有角的感觉。这个时候后悔，就可能会来找我们咨询说有没有可以挽救的一个可能性。切掉的骨头有办法再让它长回来吗？答案当然是没有办法。俗话说覆水难收，在临床上呢，偶尔都还是会遇到说，可能之前有做过一些削骨的手术，那回来会跟我们讨论说，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改善，或者是我想要恢复原来的样子的一些可能性啊？我们就根据不同的部位来做一些治疗上的一些选项的一些说明。那以颧骨内推来讲呢，如果是两边的不对称，或者是不管是太高或太低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根据手术后的状态呢，我们重新再设计新的一个截骨，根据我们重新设计过之后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呢，再把它做重新的一个位置做一个固定。那有时候如果在先前的手术是削了太多了，这个时候就算我们把它重新截骨再拉回来再固定起来，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骨头的缝隙，这个时候就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术后的修复或者是一个恢复。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考虑一些其他的挽救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考虑用一些人工骨或是垫片的方式，或者说是一些形状不规则或一些大小边的一个状况，有时候也可以考虑用一些类似像是脂肪填充或是一些玻尿酸填充的方式，去两边看起来可以更对称点。下颌骨的部分呢，那如果是刚刚讲的第一个状况，就是削完骨之后呢，有两个骨角的情况呢，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可以经过再一次的手术，把多余这个角消除掉，让整个下颚的线条看起来更加的顺。那如果是之前的手术削太多了，那你希望再恢复有一点骨角的形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人工的东西去把这个原本的骨角重建起来。好，那目前能够有的选项呢，像是3D列印的特制化的骨水泥的骨角，或者是有一些像是人工骨 Maple 的下巴。
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手术后可能后悔的一个情况？这个其实有来跟我讨论过或咨询过的朋友，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我在手术前的检查跟讨论，我会非常注重这一块，因为我会很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很明确的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可以提供您什么样子的一个治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减少术后后悔或者是不开心的一个状况。其实最重要就是术前的一个沟通。那沟通有时候我们口说无凭啊，我们跟你说手比一比哦，就是这样子这样，有时候很难去达到一个，你很难去想象说，开完刀会是什么一个样子。好，所以目前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手术前的一个3D 的模拟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可以把骨头做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推算。尤其是在一些可能两边大小不一样，或者是两边需要改变的量不一样的情况下呢，这样子手术前的一个电脑断层的一个模拟会更加的一个精准。那我们做完模拟之后，我们就会跟客人讨论说，这样子的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好，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会把这样的计划呢，我们可能在手术中可能透过类似像是手术导板，或者是透过甚至像用导航的方式，去把这个计划能够很精确的在身上执行，在手术后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那通常这样子呢，就在手术后，大家会不管是医生或者是客人，手术后呢，对于手术的结果就比较能够预期，那也比较不会产生后悔，或者是发现开完之后不是我想要的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今天讲这些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手术后都不要后悔，都能开开心心的。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手术前自己要想清楚，那最重要的当然仔细的沟通，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请帮我订阅按小铃铛。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问题。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